那个文章是这个，比起现在肯定是相对嫩一点。豆奶狂魔真的，如果是换了我现在，我一定要叫他改这个名字。什么叫豆奶狂魔？这么狠狠的打女权是？而且他还在那里写，就是在那里写重要的是他没有勾，觉得小编问题很大。我唱歌不跑调啊，唱歌唱得很好的。然后还采访了一些在儿子们眼中拥有闪闪发光的身高1.85米的亲妈。不过那时候就是写这些的话，就是没有太多讲究的。写的比较随意一点。什么陈一发在直播中说有富商想与他保持长期的秘密情人关系，被他拒绝。我从来没有哪个富商想要跟我保持长期的秘密情人关系，他可能是误会了，可能是那种就是那种变态给我的私信，然后我说我拿出来当一个比较奇葩的事情分享出来，哪有来富商嘛 ？Who is 富商 ？Who 是富商？土流我也不知道，他们就是随便采访的嘛，可能是。还有王思聪，哎，豆奶狂魔，哎，那时候还是太幼稚了，好长啊，这什么呀？哦，这是博客天下的，博客天下，哇，我以前播好久，6个小时。富商没有富商啊，哪有富商？富商还有私信吗？我不喜欢吵架嘛，我不吵架的，我喜欢讲道理。写了多少页？可能7、8页吧。6个小时赚2400，哎，我赚的多的也不会贴出来，那多不好啊。是一次采访，然后他们写的稿子。土奶狂魔是什么？没有土奶狂魔，豆奶狂魔不是豆奶狂魔，是以前斗鱼 TV 会有一个外号叫做豆奶 TV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直播刚开始兴起的时候，很多人特别是女生，为了吸引眼球，她就会打扮得很性感。就是把所谓的事业线乳沟露出来，他就那个显得就是以性感的形象来吸引流量，吸引观众。而且本来最开始斗鱼是一个游戏平台的话，那肯定很大部分受众就是年轻的男性，所以只要你露沟或者穿的性感一点，就很容易有流量。所以他们就说这哪是斗鱼 TV， 这是豆奶 TV。然后那时候我又穿的很多，然后他们会把我叫豆奶狂魔，就是那么不是豆奶，不是把我叫豆奶狂魔，他们搞了一首歌叫豆奶狂魔，就是也就是说我跟这些人做斗争，我也不知道。但是我觉得露穿的性感一点没有什么问题，不管你是穿的露沟、露大腿、黑丝什么什么。我觉得就是身材是你的本钱，你想露，你想展示，没有关系。但是我觉得，如果说你把它作为一个唯一的直播内容的话，那就显得没有什么发展前景了。就如果说你能展示你的长处，就只有你的身材的话，那肯定走不远的来。
我那时候我觉得我也是有点媚男了，没想到这句话从我嘴巴里说出来，因为那时候我就陷入一种，就是大家会说我没有，我当时穿了一件那个这样的 这样的吊带裙，也不是吊带裙，叫背心裙。然后大家说我没有沟，然后就嘲笑我，就是那种很幼稚的那种男孩子嘲笑女孩子，说哎呦什么不体重不过百，不是平胸就是矮那种东西。那时候我就其实换我现在的会觉得这样很幼稚，就是对吧？就是我觉得有没有沟这个东西重要吗？我不需要有，或者说不需要你的认可。那时候我就用那个，我说这个东西很容易啊，我就是用那个眼影啊，什么修容啊，就画了一个，就是这样。那时候就整个平台比较那个的，不太文明。那时候流沙机就是跟那个女主播去女主播茶房，跟女主播连麦，也不是连麦嘛，就茶房，然后就去问他说你第一次给谁了？就是这种比较低素质的去以骚扰女性的方式来吸引流量的那种说法，你知道吗？流沙街他跑去跟女主播茶房，然后就说你第一次给什么，但是他不说第一次给谁了，他说你第一滴 first blood 是什么 first blood， 然后他们又把那个dildo 就是那个女用的那个那个 dildo 把它称之为法川棒，然后他就去问那些女的有没有用过法川棒，就你有没有用过那个东西，这种叫破冰问题，面试每一个人都问。你们是面什么面试啊？爱豆传媒吗？确实很低俗，很恶臭。他们就是那时候就把那种不太尊重他人。最后流沙机也因为这个事情被封了，为什么呢？你们知道他为什么被封吗？他把重庆有一个地标建筑叫解放碑，你听解放碑就知道，他说他自己的 little brother 跟解放碑一样，然后就跟那个了，就被封了。就是打了个这么个比方就没了，而且是我没了之后很久他才没的，所以那时候其实大家都应该比较紧张了，但是他可能就没有绷紧那根弦儿。他以前还会喝酒，喝酒了讲他什么初恋啊什么的，但实际上都是搞节目效果呀。流沙机，我跟你说，流沙机在那个叫什么来着？有一个自媒体号，他就写那种电竞往事，还提到流沙机，直播往事。我给你看啊，就这个，我们再 call back 一下，就这个东西，是这个一个应该是游戏行业的从业人员，也做媒体嘛，他就搞了很多这种相关的往事回顾，比方说虎牙、斗鱼啊、王思聪啊、张大仙啊、嗨师啊，那个这种讲那么多。然后这里也是流沙机，然后他本来也讲了我那个前同事，你知道吗？最开始大家就会说，有些人就来跟我说，他说：“哎，发发，有人在讲你过去的事情啊，有个那个博主在讲你过去的事情。”我说是吗？我就去看了一下，我说：“哎，这不是我自己写的过去的事情，他又给整理加工了一些嘛。”我说。然后有些人就说：“哎，发发，你看你还是你流量最高啊，讲所有的人点赞和播放量都没你高。”我说：“这不是肯定的吗？这不是必然的吗？本宝宝这不实打实的。”其实他也讲了那个前同事的事情，但是他一讲嘛，就肯定离不开那个离婚的事情。一讲又离不开，就他那个调整的事情，那就被投诉下架了。因为我是真的，为什么当时前同事为什么前同事当时他红火啊？但是他把我搞死了之后，他也不火了，为什么呢？是因为他老是捆在一起，就他的假的和我的真的捆在一起，就其实把他的
科技给洗白了，你知道吧？你知道吗？就等于是说，假的和真的一起天天提在一起，假的也变成真的了。然后我没有我这个作为对标的这种，他就很难了。不是洗钱，就是科技太多，科技太多。他后面捆绑别人吗？不捆绑的，后面就不捆绑了啊，已经不捆绑不炒作了，就很麻烦。